冯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大事了吗？左夫人在宫里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你让汉医给太后治病是想借机毒害她。你听谁说的？我刚才送医料的时候听他们议论的，所以赶紧过来告诉你。昆明应该不会相信的。昆明有令，从今日起，右夫人搬出寝宫，住木塔长道。木塔长道？木塔长道在哪儿啊？在都城北山后面。都城的北山，冷宫。鱼。华殿上，怎么了？公主出事了。什么？阿才，你看这天是不是要下雨啊？看来我们是躲不过这场雨了。这乌孙的雨季果然是来了。姑姑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。这女人真是可恶。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公主这次趟的是浑水，跟昆明肯定解释不清，看来只能依靠大汉来威慑昆明了。可是昆明最恨的就是被要挟，这么做合适吗？公主即将人头落地，救人要紧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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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忧叩见昆明。知道为什么让你来这儿吧？知道，因为昆明听信了谗言，以为我要杀太后。太医说，太后是因为服用了阿依腊进贡来的温补药材才会发病。阿依腊，我从小看着她长大，她从不会撒谎。她说这些药材是你给的，是事实吗？是事实。那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的药材原本是没有问题的，也许太后在服用药材的时候，同时进补了一些相冲的药材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是怀疑太后用了20-30年的太医有问题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乌孙虽小，但赏罚分明，尤其是后宫，更加严苛。如果解忧有意而为之，我甘愿受罚。可是此事蹊跷，还望昆明明察秋毫。不用查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太后有什么3长2短，你就是弑母之罪，到时候就要把你斩首示众，以儆后人。自己在这儿好好反省吧。明明就不是我做的，查都不用查，就给我定罪了。解忧，现在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等死。小小乌孙，成婚不到1月，就把大汉公主打入冷宫，岂有此理！传我的命令，整兵3万，挺进玉门关，随时待战，以防公主不测。大人，此事要不要先上奏皇上？我会找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上奏皇上。诺。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停啊？哎呦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儿？烦死了！怎么？才3天你就受不了了？你不觉得吗？
这儿有这儿的清静。只有你会这么想吧？这可是冷宫啊！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呀，只有你和我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而且我可以潜心的学习针灸。解忧，冷宫潮湿，把衣服穿上吧。还是阿彩对我好。你呀，也就是你才能想出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。都怪那个阿依拉，你要是早听我的，就不会到现在这样了。不能怪他，你还帮着他说话。阿彩，看人要看人的好处，要都像你这样的话，还怎么交朋友？以后你还敢相信谁呀？是，就你善良，就你懂得多，吃亏的永远都是你。吃亏是福。右夫人，右夫人，你还好意思来？我们那药根本就没有问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在汤药里动了手脚。右夫人，对不起，右夫人，让您受苦了。没关系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用迷香把门口的守卫给弄晕了，估计他们1个时辰之后才能醒来。我们赶紧逃吧！哎，坐下。我们肯定不能逃。如果这个时候逃走了，岂不是我们承认做错了事情？我要昆明自己把我放出去，还要给我道歉。道歉？解忧，你疯了！昆明怎么会跟你道歉呢？没有做错事情就是没有做错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右夫人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有啊有啊，你说。你帮我跟易硕要几本医书过来，好吗？这个简单。还有呢？右夫人，其实我心里愧疚得很。没什么好愧疚的。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好太后的风湿顽疾，让她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，昆明就能信任我了。那右夫人，我现在就去找易硕拿医书。先告退了。你真的相信他会帮咱们吗？我宁可相信啊。太后的疼痛减轻些没有？的确是好多了。看来我父王的药确有奇效。不过，御医吩咐此草药的药力很猛，年轻人还可以，像我这年纪，最好不要连服3日。御医说的是。前几日，大渊给我父王进贡了延年益寿的仙草，我父王让我献给太后。有劳单于还想着我。匈奴乌孙本是一家。太后，昆明来看您了。哦，让他进来。母后，拜见昆明。孩儿给母后请安。哦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赐座。母后今日气色不错，好些了吧？好多了，疼痛缓解了，睡眠自然就好了点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把右夫人押到木塔长道去了。是，这次孤必须惩罚右夫人，以警后人。解忧虽然有过失，但也不至于用极刑。惹恼了大汉，对我乌孙并无好处，莫要自找麻烦。是。太后宽厚仁爱，虎姑敬佩不已。可是右夫人恃宠而骄，一向轻蔑乌孙，还有谋害太后之嫌，难道太后这都要忍？我身为乌孙皇太后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，而不能为图一己之快，解一己之恨，谋一己之利，而做出伤害我乌孙百姓的事情。你也要记住这些。你身为左夫人，乃乌孙国母，就要处处为乌孙子民着想。是太后。夫人，夫人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
常山拜见左夫人。出去。左夫人，太后不治那个贱人的罪。小侯正是为此事而来。小侯认为，左夫人需要再忍耐些时候。你懂什么叫此消彼长吗？再忍下去，我左夫人的名号都要让给他了。小侯明白，但是夫人现在急不得。咱们现在确实拿解忧没办法，咱总不能给太后下毒吧？下毒？好啊。哎，左夫人，我就是随口说说，这可是大逆不道啊！你话一出口已经大逆不道了，怕什么？给太后下毒，栽赃给解忧。太后死，昆明盛怒，必然处死解忧。乌孙国丧，大汉记仇，一举两得，岂不完美？左夫人，小侯该死，这事儿万使不得，请左夫人三思啊！起来。成大事者，岂能瞻前顾后？常山，在。你已经下不了船了，该怎么做，自己清楚。你是谁？你不是宫里打杂的宫女吗？从来没有见过你说过话，你是哑巴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西女，细君公主的簪子，是不是你给我的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昆弥驾到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解忧给昆弥请安。乌苏雨季寒冷，怕着凉，保重身体。谢昆弥关心。这是太后让我给你带的话。谢太后关心。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没有了。真没有了？嗯，真的没有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为了能让太后早日摆脱风湿顽疾，我用自己施针，只是为了让太后相信我们大汉的医术对她的风湿疼痛有疗效。我绝无加害之心，请昆弥再给我几天时间，我一定让太后相信我汉医针灸的疗效。我本来是不相信你们大汉的针灸之术的，不过你的话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倒要看看你大汉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神奇。一定不会让太后和昆弥失望的。昆弥，
天冷了，注意保暖，早点休息。把门关上。喂。西女，西女，西女，太好了，阿依拉，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小事一桩，右夫人，你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你记不记得一个叫西女的婢女？西女，是细菌公主的贴身婢女吗？我知道她，可是自从细菌公主病逝之后，她就不见了。有人说她是被细菌公主的灵魂带走了，也有人说她是自杀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要先走了。那你自己多保重。哎，这里有一封信，你帮我给怀将军。好，告诉他我在这儿挺好的，不用担心。昆明很快就把我放出去了。好，右夫人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阿依拉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也送出去吧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要好好保重。阿彩，是给班主写的信吗？是啊，你总得让班主知道我们过得怎么样嘛。好想他们呀。傻瓜。这些钱，二位大哥拿着买酒喝。哦。他写信给翁归干什么？这草原上的雨季就要到了，记得提醒兄弟们注意保暖，切莫染上风寒。喂，将军，杜尚来信。交错，当夜绿了岁月的长河，我还要等着你来找我。花开不见叶落，解忧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会保护你，一定会保护你。若是一片深情不敌飘扬的黄河，许我孤身一人享受繁华，许我孤身一人享受繁华。阿彩，今天的妆容一定要精致一些，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了，
成败在此一举。解忧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要是太后不信你，不让你扎针，可怎么办呀？我想办法说服她。若是太后没有被你说服呢？哎呀，你别老说这些丧气的话。你想在这冷宫里住一辈子啊？我当然不想了，我恨不得现在就能出去。那你就别若是若是的了。真忍不住要说你就说。若是这次成功了，昆明接我们回宫，吃点什么好吃的呢？你呀，你就是不知道愁。那要不然呢？你想吃什么好吃的？芙蓉糕，我也想吃。好吧，那我赶紧帮你梳妆，咱们过去吧。这。
解忧给昆弥太后请安。汉仪观一硕给太后昆弥请安。右夫人，今天让你给太后施针，是太后赐给你的天大恩宠，你可知福？解忧知福，所以解忧愿冒死一试，定为太后治好风湿顽疾。快起来吧，站着说话就可以。谢太后。我本不相信大汉的国医，更不信针灸之术，这你可知？解忧知道。可我听昆弥说，你为了让我相信针灸的神奇功效，拿自己试针，我方被感动。多谢昆弥美言。解忧一心想治好太后的顽疾，让太后今后不必再受病痛的折磨。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那我就试试。多谢太后信任，解忧不会让太后失望的。且慢。胡姑叩见太后昆弥。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太后。听说今日右夫人要给太后针灸，吓得胡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胡姑，给太后施针的事是我允许的，你突然来，是有异议吗？胡姑不敢，只是心系太后，担心针灸不能治愈太后，反而引来不可想象的事情。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？恕胡姑直言，针灸在匈奴被视为巫术，是父王单于严令禁止的。针灸不是巫术。那右夫人，你倒是说说，你怎么就证明针灸不是巫术？用我自己啊。云古特夫人求见。今天正好，几位夫人都到齐了，也见证一下大汉神奇的针灸之术到底有多厉害。虽然之前我乌孙并不相信针灸，也有不少人死于针灸，我等视其为巫术。但如今大汉公主远嫁到我乌孙，带来了针灸之术，认定其并非巫术。今天就让我这把老骨头亲自试一试，也算是死前为我乌孙尽一点微薄之力吧。母后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太后万福千安。云谷特来了，快赐座。谢太后。云谷特拜见昆弥。免礼。拜见左夫人、右夫人。姐姐快免礼。快坐吧。你这滑胎刚刚恢复，不要伤了身子。这都是自家人了，不用这么多礼。两位夫人的新婚大典，云谷特由于滑胎休养都没有前去，还望两位夫人恕罪。姐姐这是哪里的话？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？姐姐身体安康要紧。多谢左夫人。我听闻太后近日旧疾复发，已经卧床多日了。云谷特由于滑胎之事，身体欠安，所以也不敢前来打扰。姐姐不必自责，太后宽厚仁爱，怎么会怪罪你呢？倒是姐姐要多注意身体，以后要是再滑胎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听我说，左夫人是匈奴人，话说的直，不太中听，但是也不一定没有道理。你呀，这身子骨也真是不争气，入宫多年，数次滑胎，也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怀上龙种，真是让人忧心呐。母后，解忧还要给您施针呢。让解忧上前来。好。
太后，这是随我入嫁乌孙的国医易硕，也是我的医师，是他传授我针灸之道。太后不必惊慌，这些都是针灸的器具。来，我先给您把脉。太后，可是这只腿疼啊？等一下，我会在你的足三里和三阴交的穴位下针。下针的时候会有一些疼痛，犹如蚊虫叮咬。不过太后不必惊慌，放松就好。哦。下针之后，其实并无疼痛，不知太后有否感知？果真如此，好像疼痛的感觉减轻了一些。我再下一针。不疼吧？纳和雅在，给我拿杯水来。是。进补的汤药，太后可以继续进补。针灸和服药并不冲突。每天早晚2次针灸，每次针灸我会留针半个时辰，10天为一个疗程。相信3个疗程之后，太后的风湿疼痛定能缓解。我以为冒死试一次就可以了，没想到要60次呀！哼，太后这病不能着急，要缓治，每次针灸都能缓解你的疼痛，持之以恒，一定可以根除。言之有理。纳和雅在，赏。不必赏赐了，太后能让我为你针灸，已经是最大的恩赐。我乌孙虽然是小国，但也是礼仪之邦，赏罚分明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应该收下。还不赶快谢恩？谢太后。这是波斯国王去年送我的红玛瑙挂珠，你作为新嫁之妇，带着红玛瑙喜庆。谢太后。解忧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住回宫里吧。谢太后恩典。起来吧。好了，你们也都各自回寝宫吧，我想休息一下。莫后真的好了？还行。哦，那就好。哎呦，怎么了，太后？怎么了？疼。哪儿疼？腹痛难忍。快宣太医！宣太医仙骨入内。莫后。哎呦，疼！哎呦，臣免礼免礼，快给太后诊病，快！哦。怎么样？回禀昆明，太后乃中了巫术了。若3日之内没有解药，恐怕什么？恐怕太后性命难保。太医慎言。针灸乃我大汉医学之瑰宝，岂容你这样诋毁？你还在这胡言，还不向太后谢罪！太后，疼！我早就说过针灸是巫术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谋害太后！一派胡言！都给我闭嘴！太后，太后，母后！皇兄，皇兄，
文贵，文贵将军，将军，文贵，你怎么了？谢谷，臣在，快看文贵怎么了？快！王兄，我在来都城的路上遇到了匈奴兵的伏击，没事儿，各位放心，我还死不了。皇兄，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，七次三番的想置我于死地，恐怕他们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。文贵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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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了？文贵将军气血虚弱，身上有多处伤痕，肩上还有毒箭。从伤口的肤色来看，的确是匈奴军中惯用的毒液。依臣所见，文贵将军已命悬一线。来人，在！快把文贵扶走！你刚才说太后中了巫术，可有解药？有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，只产于匈奴国，非常稀少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喂，马子，派人去寻找松蕨草，得草者可封侯爷，赏牛羊1000头。喂。左夫人，在。太后奉体欠安。这几天你在寝宫，就不要乱跑了。喂。我的意思是，不能踏出宫门半步。虎姑遵旨。你们都下去吧。右夫人，你还是回木塔长道吧。侯爷，怎么样了？他没死。你们到底能干什么呀？求侯爷赐死！别脏了我的家！滚！喂。将军，您贸然率3万大军挺进边关，如何上奏皇上啊？放心吧，皇上已经准奏了。乌孙派出杀将戍边，大元也调遣重兵把关，匈奴更是步步紧逼，虎视眈眈。虽然和亲公主和昆弥已经成婚，但边境的局势依旧紧张。这个时候，皇上也是紧绷着一根弦，不敢有任何的疏忽。此时上奏请兵，挺进边关，皇上自然不会驳回奏请。但愿公主
能够福大命大，化险为夷。海将军，回天沙叩见昆弥。想给你们家公主求情啊，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本来我早想把她放回去，可是没想到这次她给太后针灸，使用巫术，害得太后病情加重。如果你真想替她求情的话，别怪我不赦。昆弥，公主一心为太后，不惜拿自己施针，她有什么理由在这个时候加害太后啊？汉朝10万大军现在就集结在玉门关外。如果昆弥执迷不悟，执意要杀公主的话，别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公主一旦出事，10万大军立刻挺进乌孙，后果不言而喻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如果真被我查出太后是被你家公主所害，那我会不惜动用全国的兵力，甚至投靠匈奴，结盟大渊，也要把你们这些汉民杀个片甲不留。松口！都给我出去！喂。夫人切莫烦躁，昆弥也是一时恼怒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喂。必须拉拢温归，再不拉拢他，就要被他害死。速速把这封信交给我父王。喂，哦，见过侯爷。侯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信，拿来。这拿来。不要跟左夫人说见到我，明白吗？喂。第一次在戏班见到殿下的时候，他都没有伤得那么重，也不知道昆弥会不会给他找太医诊治。乌孙的太医能不能救活他？老天爷，你不会就这么收了他吧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过他好不好？你不要这么就收了他。只要你能让他活过来，你就是再下3年的雨，你再下3年的雨我都认了。我求求你，阿才，你装病出去。装病，你骗过门口的护卫出去。我现在这副模样，昆明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我。你去
你出去看看温归伤得怎么样，去找怀大哥，让他想办法找人给温归救治。去找阿依拉，去找阿依拉，让他想办法救温归。阿依拉，快去，快去啊！我现在就去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啊！你浑身是血的样子，吓死我了。我这还不是为了救你，笨蛋！你才笨呢，差点死在路上，还说救我。放心吧，我死不了，你也还活着呢，我哪舍得自己去死啊？还嘴硬，死不悔改。我死了，你舍得吗？不舍得。做梦吧你！阿才，殿下，你醒了。解忧呢？公主还在木塔长岛，阿才担心你，是装病才跑出来看你的。刚才就你一个人，你还看见谁了？我看见来催我命的小鬼了。殿下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能跟我开玩笑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听太医说，你这次可严重了，要是一般人肯定扛不住的。这肩上的箭伤最为致命了，幸好太医已经帮你把毒液逼出来了。要是再晚1个时辰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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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温归，这里呢，就是乌孙的黑市集，所有市面上罕见的东西在这里都能买得到。少废话，快去找松蕨草。松蕨草，松蕨草，不就为你的公主吗？这边，我是为了乌孙的右夫人。滚多尔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记得，我的小美人儿，今天要什么？松蕨草。昆弥下令寻找松蕨草，得草者封侯赏地，子女免役。我要是有的话，岂能卖给你？再说，现在松蕨草可是无价之宝。你到底有还是没有？这位呢，
是我们大汉的将军怀天杀，他的剑瞬间能杀5个人，人称怀瞬杀。你可千万别跟他耍花招啊！你也见识过我的功夫，我都不敢惹他。你刚才说松蕨草是无价之宝，我不这么认为啊，我觉得性命才是无价之宝。滚多尔，开个价吧。你们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我倒是有一些，不过这价钱嘛……别废话，开个价吧。100两黄金。100两？不是凤良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滚多尔，出货。不是凤良，我身上没。怀大人，怎么才20两啊？这是定金，太后如果服用后有效的话，我们会把剩下的钱都补上的。我伯良在道上混了那么久，还能差你的？这买卖没法做，我这么金贵的草药，必须现结。你活腻歪了？要钱还是要命？要命！放心吧，如果是真货，我保证把剩下的都给你。好，回去。是。哎，哎呀！我说你们这黑市可真够黑的了，这么点破药要100两黄金啊！少说话，快点走，走慢了可不是钱的问题啊！你们这些剑客怎么那么抠啊？奸商！确定是这个吗？正是。愣着干嘛？赶紧熬药去。喂。那海牙一块去。喂。母后，您放心，药一会儿就到。昆明莫急，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松蕨草，你就放心吧。啊。回禀昆明，此草药乃匈奴特产，极为稀有，而太后所种的巫术，其实是匈奴的一种毒药，只有极为稀少的松蕨草才可治愈。恕我无礼，有一事一直困扰微臣。既然太后所中的毒出自匈奴，而解药也出自匈奴，那为何还要将右夫人监禁在木塔长道呢？此事孤一定会追查到底。真相未查明之前，不管是右夫人还是左夫人，都脱不了干系。昆明，难道事已至此，真相还不明了吗？怀大人，此乃我的家事。再说大点儿，这是乌孙的国事。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大汉使节插手过问了？解忧，解忧，醒醒！解忧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早晨。见到他了吗？他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伤是伤得不轻，但是太医说再细心调理1个月，应该就能恢复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事的。便昆明喜报，太后服用松蕨草后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凤体尚还虚弱，还需好生调养。御医房的太医确定此毒为匈奴所有，据说在黑市上可以买到。知道了。他们连乌孙王族都敢杀，恐怕
没有什么干不出来。太后中的巫术可有解药？一种叫做松蕨的草药，只产于匈奴国，非常稀少。既然太后所中的毒出自匈奴，而解药也出自匈奴，那为何还要将右夫人监禁在木塔长道？夫人，这几只单于又派人送来了一些迷香，据说香味撩人的很，我给您点上试试。我独守空房要这些干什么？这都是男人用的东西。昆明近几日都在谁的寝宫里待着呢？太后命悬一线，昆明哪还有那功夫啊？他天天都在太后的寝宫守着呢。昆明还真是个孝子。太后今天服用了松蕨草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我早知道太后会没事儿，看把昆明给吓的。太后这一病，昆明都好几日没来我这儿了。哎，夫人放心，太后现在凤体转好，昆明第一个想到的定是夫人您。叩见昆明，昆明千恭喜夫人，是昆明。叩见昆明。知道松蕨草吗？是产自你们匈奴的一种名贵药材，可以治疗一种奇毒。库苏古尔湖湖底有一种毒珊瑚，在酒液中浸泡之后，可以产生一种无色无味的毒素，7日之内就可以致人身亡。若3日之内不服用解药的话，之后再服也没用。这话听上去耳熟吗？虎姑愚钝，不知昆明何意。你怎么会愚钝呢？你可是你父亲身边最聪慧的女儿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太后这次中的就是这种毒，而这毒药和解药都产自你们匈奴，就像这迷香一样，这也是你父亲刚刚给你送来的。昆明的意思是，太后是被胡姑所害。你以为呢？刚刚昆明也说了，胡姑聪慧，胡姑怎会用自家的毒来陷害太后？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了。来人，把左夫人押去木塔长道，听我发落。昆明，此事绝非胡姑所为，定是有人想陷害我。是不是陷害，等事情查清楚才知道。此事关乎太后的安危，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。这段时间，你就在木塔长道好好反思吧。昆明，夫人，您听说了吗？昨天左夫人好像被护卫押进来了。胡姑，为何？听说她要谋害太后，昆明已经下令用宫刑责罚他们了。我刚刚听到那边又哭又嚎的，大概是已经用刑了。宫刑？哎，什么是宫刑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好可怕的。可是，既然昆明已经定了左夫人的罪，为何还不放您回宫呢？这次昆明真的下了狠手，两边各打40大板。谢谢你来告诉我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快回去吧。那你们保重，我先告辞了。嗯。没想到昆明这次对胡姑也下了狠手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件解气的事儿。这个男人心里除了朝政，还有没有一点点爱情？
你说什么解忧？啊，没什么。我想见昆弥。你见我到底有什么事求我？解忧斗胆向昆弥提出一个请求，不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想给太后针灸，如果这次太后再出事儿，我甘愿被斩首。但如果这次太后有所好转，那就说明我们的针灸，不是左夫人和太医说的那样是巫术。你可真够拧的，你非得冒死一试吗？对。母后，感觉如何？真的是好多了。我感觉浑身的气血都通畅，淤积在膝盖处的酸胀好像也没有了。每次针灸都能为你打开体内的血脉，不过一定要坚持数月方能起效。太后要有信心，也要有耐心。解忧，你和易国医先退下吧，我想先休息休息。那和雅，你去送送他们。喂。母后，真的好了吗？好多了。好。昆弥，把解忧接回宫里吧。为何？上次中毒之事，绝非解忧所为。之前怪他在我温补的汤药里下毒，也是证据不足。我隐隐感觉到，可能是冤枉他了。即便没有冤枉，对他的震慑也够了。如果不依不饶，继续惩罚下去，只怕会惊动大汉王庭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免得惹怒大汉，挑起两国纷争。为我这把老骨头，真的是不值得。儿子，你就听母后的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她毕竟是你的新婚之妻呀。母后放心，您说的是，孩儿立刻照办。阿彩，快要下雨了。好像是快了。我还以为乌孙这雨季要过去了呢。听这儿的人说，乌孙的雨季可长了，哪有这么快过去？右夫人留步！多久才能？右夫人，昆明请夫人回宫住。真的？昆明说今晚还要夫人侍寝，请夫人速速回宫准备。这是昆弥的意思吗？公主，让他亲自来相告，我在这里等他。公主，快去！公主。叩见昆明。昆明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以后由你来保护我。可这段时间，解忧经受的种种冤屈，就是你对我的保护吗？对不起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保护你。我曾经以为我明白了，现在我又困惑了。你是在保护我，还是在保护你自己，或者是保护你的乌孙？保护乌孙就是保护你，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。
我不明白。就像这乌孙的雨季一样，一开始很难熬，很让人烦闷。你会盼望着晴天，但只要你慢慢习惯，你也就不会这么想。你甚至会喜欢在这雨里面骑马散心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在心里面也就不会算计着多久这雨季才会过去。雨水和时间一样，可以把一切都冲淡。总有一天你会想明白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，但最重要的是要学会体会，这样你才能把最美的部分留下。跟我回去吧。阿才，解忧，你醒了。昆弥呢？昆弥天刚亮就去早朝了，大概走了有1个时辰了。一会儿给太后请完安，帮我把太医传来。你病了吗？不是给我看病，是给他。太医，这些都是我从大汉带过来的珍稀药材，送给你。要是在乌孙的黑市上买，这些可是天价呢。哎呀，右夫人真是太客气了，无功不受禄，微臣实在是不好意思收下呀。的确是无功不受禄，可太医是大功臣啊，若不是你断出来太后的病需要松蕨草救治，现在她早已驾鹤西去了呢。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？诊断太后中了巫术，实属微臣愚昧，请右夫人恕罪呀。我知道你也是受人指使的，怪不得你啊！是，不是。太医，落子无悔，覆水难收，这话都说了一半了，另外一半为何要藏起来啊？今日不想说倒也无妨，改日再说也可以。这些药材你先收下，今后还有什么需要，尽可跟我开口。右夫人饶命啊！小的的确是受制于人呐。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说太后中了巫术的？就是太后中毒不是无辜干的。你想，她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用匈奴人自己的毒药去毒害太后呢？那会是谁啊？真凶选择我在给太后针灸的时候下毒，绝非偶然。纳鹤雅在，给我拿杯水。是。我腹痛难忍啊！他是想一箭双雕。太后这次中的毒和解药都产自你们匈奴。虎姑怎会用自家的毒来陷害太后？行了，我不想听你说了。来人，在，把左夫人押去木塔禅道，听候发落。喂，昆明，这个想一箭双雕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因为新夫人的到来而失宠的乌孙夫人。在众乌孙夫人里面，敢下此狠手的，恐怕只有一位。
这个原本用来装香粉的盒子，里面并没有残留的余香，而是有一种奇怪的草腥味儿。昆明，昆明，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昆明，昆明。公主，昆明让你回宫了。为何？昆明查出下毒的真凶是云古特夫人。云古特，这下好了，公主总算一身清白了。公主。云古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把我害得有多惨。解忧以为，虽然云古特做错了事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他这么做，完全出于他对昆弥的夫妻之爱。所以，昆弥能不能大人大量，收回处死之命？右夫人所言极是。解忧给太后请安，孩儿给母后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。我今天来，是为云古特求情的。虽然他触犯王法，天理难容，但是念及他做了我10几年儿媳妇的份上，死罪就免了吧。昆弥。我乌孙有如此宽宏大量的太后，真是我们的福气。此事以后再议吧。既然太后已经开口了，解忧就不便多说了。解忧先行告退。昆弥啊，下月初10。应该是你的40大寿了吧？母后好记性。按理说你也是40不惑了，怎么办事还这么莽撞？孩儿不明，请母后指点。云古特是乌孙国叔之女，地位尊贵，即便有错也不能杀，因为她是后宫唯一可以制衡解忧和胡姑的乌孙夫人。更何况太医刚刚查出她已怀有身孕。真的？人命关天，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这确实是孩儿疏忽。虽然这之前她多次滑胎，但这一次再度怀有身孕，这也是喜事，毕竟是乌孙的大喜事。孩儿这就收回成命。真想不到，那个弱不禁风、病殃殃的乌孙夫人，为了争宠，竟然敢杀太后，真是人心叵测。这只是开始。什么开始啊？雨季。解忧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我说东你就说西啊？好吧，明天早上让怀将军帮我备马。你要出宫？对啊，我想去看温归殿下。你疯了？你刚刚回宫，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去看他呢？要是被昆明发现了，你和他都会人头不保的。发现什么？发现你去看他呀！我不可以去看他吗？可是大白天去，就算被人撞见了，心中坦荡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10日前见他，他刚刚死里逃生，现在不知道康复了没有，我放心不下。要不我替你去吧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是为你好。不，我偏要自己去。好吧。
太医第一次到我这儿来，这些饭菜也不知道合不合太医的胃口。哎呦，侯爷真是太客气了，太丰盛了。最近太医照顾太后实在是辛苦，太后无恙，昆弥一定大大赏你了吧？哪里，微臣照顾太后那是分内之事，昆弥没有打赏。没有打赏，那可能是昆弥药物缠身，忽略了。侯爷，您不知道啊，这阵子乱得厉害呀。哦，新来的2位夫人陆续被打入冷宫了，接着是乌孙夫人云古特被打入死牢，后来呀，太后讲情，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。我最近观察天象，东方有异彩，朱雀盘绕黑云，化为赤火，焚烧草原，此乃乌孙之凶兆。我曾多次劝昆弥，凡是从东边来的人，一定要严谨对待，可是昆弥不听，恐怕乌孙要遭受天灾人祸了。侯爷心系乌孙，乌孙能有这样的贤德之士，那也是乌孙的大幸啊！难得太医这么懂我，昆弥没有赏你，我赏你。来人，太医要是不嫌弃，收下小礼，以表敬意。哎呦，这怎么使得？这怎么使得呀？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微臣不敢接受啊！有什么不敢接受的呀？只要太医能为我做一件为国除奸的大事就行。仙谷一个区太医，怎么有能力做得出除奸为国的大事呢？这件事只有太医能办。太医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酒，是药。什么药？毒药。毒药。汉人不都是喜欢针灸吗？太后现在也开始相信他。要是太医现在还不学习针灸，早晚得被御医房免职。所以太医应该拿这个针在别人身上试试了。温归将军今日可有醒来过？回太医，温归将军前2天醒来过，但这几日又开始连续昏睡。哦，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在灶房煎了几副药，你替我去看着点火候。喂。放心，义硕一定竭尽全力医治温归将军。太医仙谷叩见右夫人。免礼。没想到太医在此多有冒昧。今日我带了大汉国医来，你们2人要通力协作，治好温归将军的病。这。乌孙和大汉的医术各有长短，还望太医放下成见，以温归将军的安危为重。哦，夫人圣明。夫人，温归将军心气虚弱，
我已给他煎药3副，待他喝下以后，定会有好转。有劳太医了。义硕，你来替将军诊断一下。喂。夫人，太医说的没错，翁归将军确实气虚体弱。我会先给他最重要的3个穴位施针，稳定心脉。不只见过银针下毒，还第一次见到银针救命啊！是吗？小臣失言。太医不必惊慌。夫人，小臣已经诊治完毕，小臣先告退了。退下吧。喂。仙谷请留步。夫人有何吩咐？上次太后中毒一事，多亏你指点，所以我认为我和你之间应该是有一些交情的。小臣不敢。夫人抬爱。这次给温归殿下治病，你可一定要竭尽全力啊！小臣明白，请夫人放心，小臣告退了。义硕，我不放心此人，但这个人还是可以争取的，所以温归将军这次就拜托你了，义硕。公主放心，义硕一定会让温归将军醒过来。右夫人待了小半个时辰就出来了，随即回宫，再没出去。下去吧。喂。易国医操忙1下午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我家公主交代的事情，我不敢怠慢。仙谷也是受命于昆尼，也不敢怠慢呐。我施完针就好。夫人都走了，你真是尽职尽责呀。谢谢太医夸奖。温归将军醒了。大汉国医义硕叩见温归将军。将军莫动，我去把中药给您端过来。太医仙谷叩见将军。将军要是身子不舒服，您再睡一会儿吧。他来过。将军说什么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温归将军，温归将军，怎么又睡过去了呢？哦，你把中药放这儿吧，等他一会儿醒过来，我来喂他。
不必了。啊，将军醒了！将军既然醒了，元气也逐渐的恢复。义硕，这就回宫去，通报我家公主。等一下，仙姑，你先下去吧。喂。一说，国义，我知道你家夫人来过，你不要告诉她我醒了，让她以后也不要来了。啊！如果昆弥知道，对她不好，照我说的去做。喂，殿下已经醒了。醒了？可是他不让我告诉公主。为什么？公主若是再去找他，他怕引起非议。世间最伤痛的是分离，何况伤在你身，我怎能不焦虑呢？公主，义硕，来，怎么样了？温归怎么样了？殿下已经醒了。醒了？可是他不让我告诉公主。为什么？公主若是再去找他，他怕引起非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倒是很懂事。仙谷那边怎么样了？公主敏锐，仙谷医师确实有些可疑。看来我还得再给他开开窍啊。公主，你还要去温归将军那里吗？没关系，该去的时候还是要去的。到时候昆明问起我来，我也问心无愧。让你找的人去找了吗？管事的说，公主寝宫里从来没有用过什么哑巴婢女，从来没用过。我又去问了同房的婢女，她们也说那个哑女不是管事处派来的，看她的相貌，还以为是跟着公主来乌孙的汉人呢。可她真的是西女啊。就是公主和阿依拉提到的那个细君公主的贴身侍女。对。先不想那么多了，义硕，仙谷那里你帮我盯紧一点。好，有劳你了。奇怪，今日仙谷怎么不在啊？前2天来的挺早的，今儿不知为何晚了。夫人，请稍等，想必太医这就到，小的出去迎一迎。嗯。小屋，我要喝水。怎么是你呀？为何不让义硕告诉我你已经醒了？既然知道我醒了，放心就是。何必再前来？万一让王兄知道……好了，你别再说了。我不是来看你的，我来自然有我来的理由。小心仙谷，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等一下。
为何要给太后施针？什么？你为何要如此冒险？你有把握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害得我从前线冒死赶回来救你。你救我？我不但自救，还查出了毒害太后的凶手。你呢？扔下戍边大任不管，奔回赤国，有勇无谋不说，害得自己一身重伤，害得昆弥差点误会。我一收到密信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，我是为了什么？我不是为了你吗？现在成了我的错。行吧，当我没说过。右夫人，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，请回吧。我担心你的身子，不顾流言至此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要任性到什么时候？这位是？塔娜，这是我们的解忧公主，乌孙的右夫人。塔娜见过右夫人。你是何人呢？在我翁归府上，自然是我翁归的女人。怎么，右夫人连这都要管？塔娜，我饿了，来喂我吃口东西。好啊，有如此貌美的女人照顾你，那我也放心了。塔娜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是小屋让我来照顾您的。我没事，也吃不下东西，先下去吧。太医莫慌。这次不行，咱们还有下次。只要他还没有痊愈，咱们就有的是机会。微臣一向胆小怕事。太医真会说笑。据我了解，太医不是胆小怕事之人呐。哎，云谷特夫人不是还让你帮他？不，那件事情绝非微臣所为，微臣只听从夫人之言。谎称太后中了巫术，但投毒的事情不是微臣干的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谎称太后中巫术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名吗？云谷特夫人要想把这事儿栽赃在你头上，到时候你怎么可能洗脱得了罪名？太医是明白人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那么多黄金都被太医收入囊中，还有什么事儿是太医不敢做的？阿仔，公主用午膳了吗？也不知道今天翁归殿下跟她说了些什么，公主说什么都不吃。都怪某些人今天拦着不让我进去。公主现在这个样子，谁负责呀？公主不想吃午膳，说明她有心事。谁还没点心事啊？我和公主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像她现在这个样子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
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这里没有你们的事，都下去。喂。怀护卫，你是来找我喝酒的吧？啊？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喝酒，给你留着呢。你一定有很多心事要跟我说吧？王贵，你今天到底对公主说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公主？公主她是乌孙的右夫人，昆弥的妻子，关我什么事？不要跟我装疯卖傻！你到底跟公主说了什么？我跟她说，让她滚。我现在也想让你滚，统统都滚！混蛋！王贵，公主她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你，你让她滚！冒着生命危险的是我吧，怀护卫？这光你就有多少次想杀我？啊？我告诉过你，你只会给解忧带来痛苦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伤害她了。如果你死不悔改，我想我一定会再给你补上一刀，亲眼看着你断气。滚！滚！统统都滚！解忧，阿依拉来了。拜见右夫人。出来没让你哥发现吧？放心，我啊是故意没有关房门，好让婢女早点发现，不然我今天还找不到事情可以气他呢。公主，喝水。谢谢。对了，右夫人找我什么事啊？你可知细君公主的婢女？戏女？你认识她？嗯。你可知她现在隐瞒身份，躲在我的寝宫里？什么？具体隐情我不清楚。那她现在在哪儿？快让我见见啊！她又消失了。我被关在木塔长道的时候，她曾经出现过。我不知道她哪来的本事，可以进出冷宫，然后又消失了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身边的婢女和管事的都说不认识她，还以为她是我从汉朝带来陪嫁的婢女呢。她会不会是不愿意殉葬，所以逃得远远的了？要逃早就逃了，何必躲在这个宫里？我觉得这个西女让我很疑惑。你都觉得疑惑，我可就更摸不着头脑了。那只簪子，就是她偷偷放在我的寝宫门口的。我觉得她虽然是个哑巴，但是她好像有很多话想跟我说。这宫里你认识她，你可知道她有什么地方可以藏身吗？可藏的地方，就是细君公主有没有什么喜欢去的地方？我知道了，你想到了是什么地方啊？但是我不确定，要不我们去看看？
地方怪吓人的，能找到戏女吗？若夫人见到的真是戏女，那她必然要找一个藏身之处。我想来想去，应该只有这儿了，就在前面不远。夫人，应该在这儿了。这儿？细菌公主来这儿做什么？这是她以前诵经的地方，小心。小心。诵经？昆弥以前每天和公主同吃同住，可是太后进入她的寝宫，老是被燃香的味道弄得头痛难眠。公主知道之后，就不敢再在寝宫里面念经了，所以在这后山找了个僻静之地。这些昆弥都不知情吗？公主怕昆弥知道了会兴师动众造佛堂，所以一直瞒着她。可是她哪知道啊，昆弥早就派了禁军在后山看守，日日巡逻，什么毒蛇野兽全都杀光了。哼，想不到昆弥竟如此用心。阿依拉说错话了，公主，你可千万别和死了的人吃醋哦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些感动。应该在那边，我们走吧。看来这地方还真有人住。这火还热着呢。谁？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伤他！西女，真的是你！我是阿依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是一个人住在山洞里吗？是我。别害怕，这些人都是值得你信任的人。你既然选择来找我，就说明你是信任我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突然出现，然后又突然消失了？怕？你怕什么？我被打入冷宫，你怕我被人害了是吗？我问你，你既然是细菌公主的婢女，找解忧公主做什么？不要紧的，这是我在冷宫的时候学习针灸，拿自己失针造成的，为了给太后治风湿顽疾。小心，匈奴！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匈奴人。我知道了，因为你长期跟细菌公主吃了很多苦，所以你担心我，对不对？跟我回宫吧，不管在哪儿，总比住山洞里好。解忧，戏女已经安顿好了。明日一早还让她继续打扫前院，省得其他婢女怀疑。好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公主，最近出现的女子身份可疑，还请你不要太过轻信。怀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我看得过眼的女孩都是好女孩。你不信啊？将来你的娘子说不定还是我给你挑的呢。啊？解忧给太后请安。免礼免礼，快起来。谢太后。赐座。益硕国医这几趟针用下来，我的感觉真是好多了。太好了，太后今天的气色真是好极了。可是右夫人看起来却是消瘦了些。没关系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从今往后多吃一点，很快就胖回来了。
都是云谷特闹的。太后别生气了，现在云谷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以后就不会患得患失了。有子固然好，但也要稳得住胎，生得出来。太后是担心他的身体吗？您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可以让易硕开个药方，给他送一些安胎药去。傻丫头，这后宫之中最忌讳的就是送安胎药，更何况云谷特是乌孙人，哪里信得过汉仪？解忧愚钝，解忧一心只想着同众姐妹一同侍奉昆弥，这些规矩我不懂。你若有心示好，我可以教你一招。解忧诚心讨教，你送一张纸就可以。纸？送他一张药方，方子都写在纸上，药喝不喝随他，但是安胎祝福之意送到即可。右夫人果然伶俐。哪有？以后在这后宫之中，解忧要是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，太后一定要告诉我这个傻丫头。那解忧就不打扰太后休息了。解忧告退。太后，昨天昆弥歇在云谷特那儿了。倒是难得她还能怀上孩子。以前细菌公主专宠，您指望她来平衡朝廷的关系，可是现在用不上了，她却突然怀上了。东宫易主，肚子再争气也没用，留着她不过是给那帮老臣面子罢了。说到底，这些后宫的女人，无非都是政权的棋子。昆弥用不上这帮老臣，云谷特自然就不受宠。昆弥一日需要大汉和匈奴，这刘解忧和胡姑的斗争便一日不会罢休。将军，你就再喝一点儿。不喝了，不喝了，都说多少次了。你这拿的要是酒啊，不用你劝，我早就干了。又是酒，您伤势这么重，怎么喝酒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笑呢，别当真。将军，那天塔纳是不是不应该来啊？那天是哪天呢？右夫人来的那一天。哎呀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，这都是老天已经注定好了的。要说不应该，也是他不应该来。父亲，您怎么过来了？我若不是问了小吴，还不知道你已经醒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您每天在朝堂上操劳，我这点小事情就别给您添乱了。哼，你还知道给我添乱呢？之前昆弥派你去戍边，这是天赐的良机呀。莫振离将军即将卸任，你是接替他的不二人选，你怎么能够不经宣召就自己跑回到赤谷来？我跑回来就当然有我跑回来的道理。我不想听你的道理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和那个汉人公主到底有什么事情？我不愿意多问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既然我能想到，常山西侯也会想到，昆弥早晚也会想到。你们怎么想是你们自己的事情。总之，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解忧有难而袖手旁观。糊涂！细君公主也好，解忧公主也罢，
死了一个，汉帝还会再派另一个来。可我要的是，你在乌汉联盟的斗争中能够立足。我要的是昆弥对我们的依赖。你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女人而自毁前程？父亲，所有人对于你来说都是可以利用的棋子，可对于我不是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好好的给我养伤，伤好了立刻滚回边境去，别再让我失望了。否则，解忧公主性命难保。我说到做到。还有，你把外面的女人带到宫里来胡闹，我懒得去管。但是大事小节，你得想清楚了。别忘了，眼下你是乌孙王储最有力的竞争者。塔娜，拿酒来，给我拿酒来！塔纳叩见夫人。免礼，有什么事吗？今天夫人从将军那里走后，将军就脾气暴躁，喝了不少的酒。您知道他身体这个样子是不能喝酒的。塔纳恳求您再去看看他。温归的事情有劳你了，只是我分身乏术，不好总过去。夫人，塔纳自从认识温归将军，从来没有见过有哪个女人能左右将军的喜怒，您是头一个。该说该做的，塔纳已尽力。塔纳告退。谢谢。解忧，你起来了。昆弥早上什么时候走的？天刚亮就匆匆忙忙走了。听传话的说是边关来了急奏。哦。解忧，用完早膳要不要去看看殿下？我现在去合适吗？你放心得下他吗？昆弥忙于政务，抽不出身。我作为右夫人去探望，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吧？那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去备马。温归将军怎么样了？夫人，温归将军这几日一直是半睡半醒的，一国医用针灸打通了血脉，用汤药也恢复了元气。本来前几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，可是殿下最近又喝了很多酒，与汉药相冲啊。知道了。仙姑，此次我和亲从大汉带来了很多中药材，这盒铁皮石斛虽然不是特别昂贵，可也十分珍惜。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当是我一点心意。哎呦，夫人真是折煞微臣啊！前几日夫人已经送给微臣那么多珍贵的大汉药材，这回怎么又……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收下吧。好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谢夫人。公主，我跟阿彩煎药去了。去吧。喂。你是醉了还是睡了？醉了。那我走了。没醉啊？
那我问你，你这酒喝给谁看的？喝给我看还是昆弥看？你以为你这样我会心疼你吗？没出息！这么多人为了你上上下下的，好容易康复了，又糟蹋自己。你自己不知道珍惜你自己，别人怎么珍惜你？我说完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别走。留下来，陪陪我。为什么我之前那样赶你，你还是回来看我？你不希望我来吗？我是为你好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让我留下？因为我怕自己时日无多，再把你赶走了，往后就真的见不着你了。我舍不得。嘘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安静的陪我一会儿。怀大哥，怀大哥，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？为了他，我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有啊。太阳在上，我们都听它的驱使，影子只能被抛在后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你眼里，太阳就一定是皇权，影子一定就是私情？在我心里，太阳是希望，影子是生命。你是你，我是我，谁也没有资格决定我们的命运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我难受。短短数日，
他们就交战了3次。回昆弥，北庭本来就是大汉和匈奴的必争之地。北庭沦陷后，汉帝就派出将军李广利，可见是打定了心思要回击匈奴啊。北庭离乌孙古道不远，他们在我边境交战，无论输赢，都会威胁到我乌孙。昆弥英明，我乌孙边境一直由将军莫振离驻守。老将军已是花甲之年，他要不是念着我跟翁归是他的得意门生，早就卸甲归田了。这些年，他是拖着病体，勉强续任。昆弥前些阵子派翁归去戍边，不知昆弥是何意？翁归啊，是老将军的爱徒，我每年派他去戍边几个月，只是让他去陪陪师傅。啊，以他的性格，他怎么肯舍下这赤古城的花花世界，跑到边境去风餐露宿？这边境士兵数万，得有个军功显赫的将军才能服军心。小侯认为最佳人选，对，你说的对。这个人选一定不能马虎啊！所以你给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。你刚才说的，我也会考虑。先回去吧。啊，小侯告辞了。